少说话。知道吗？哎，南姑娘，南姑娘，横竖咱们都不痛快，不如一起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吧。箫管泛红，青烟缕缕。这迷迭香，怕是已然多时。可这小孔甚微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凶手怎有可能钻洞密缝点燃死香呢？百思不如一剑，索性将竹箫拔下，一焰便至。哎，且慢！包公子，包公子，我将各处翻了个遍，仍不见胡掌柜。会不会他又去血魂林了？胡掌柜于此时再度失踪，定是凶多吉少。眼下可还有他人下落不明？上官将军，这客栈供的一向是生酒，何时换为资提了？这酒是假的。我们店里从未有过这般色泽的酒啊！这壶中的酒是从何而来？都是酒窖的藏酒。但被劳请姑娘带路了。阿软，你暂守此处，以有备无患。那你们小心啊！哎，你去干嘛？我要去看看是哪门子的酒，险些把我给算计了。这边走。包公子，就是这儿了。包大哥，我感觉这里还藏着其他人。哎呀，小兄弟别怕，这么个旮旯地儿，活人哪会藏这儿？怕就怕藏在这儿的不是个活的。好歹你也是标新天下的女侠客，竟也害怕死人。嘿，你个小青瓜，怎么突然间看得起我了？谁告诉你会玩镖的就是会杀人的？酒气之中，好似还有一股血腥气。媚丹峰。难道藏在这儿的正是胡掌柜？支招，把棒给我。胡掌柜，果不其然，又是封魂白骨砂，只是加之酒水浸泡，胡掌柜也是面目全非了。什么声音？
邪乎，这也太邪乎了。夫人，我还活着呢吧？我怎么心跳的厉害啊？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别吓唬我呀！你忽悠谁呢？你那是被自己给吓的，毒哪是那么好中啊？香有再燃时，人无重生日。俯仰之间，上官将军竟一语成谶。这支香焚煞的莫不是上官将军？你不妨先仔细想想，生酒清如雪，怎么会突然变成红赤色？这有何难？说句不下饭的，与酒中兑一滴血便可。孟老板说的一针见血，果然是奸商。你是说那酒水里混入了死者之血？怪不得我打眼一见就觉得这壶中物透着股血腥气。沈公子，你说这惨事怎么就落你头上了呢？原来水夫人与孟某早就想到一块去了，真是心有灵犀呀！可是那胡掌柜怎会命丧酒窖啊？江兄似乎已然断定，死者就是胡掌柜。在这无极客栈之中，除了何二兄弟与清明姑娘，能在酒窖内外来去自如的，只有胡掌柜。况且自今晨起，他又频频不知所踪。半炷香前，我等才发现胡掌柜失踪良久，想不到江兄早已洞若观火。若非江兄指点，在下竟不知胡掌柜于今日这般出没无常。胞兄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胡掌柜也是因身中封魂白骨沙而亡吗？可不是嘛！而且酒缸之中还飘着一枚血红色的枫叶。我一早就撂下话了，那为鬼为欲者就是梅丹峰。若不是他，谁还有本事透过这竹箫把这鬼香点燃了呀？偏偏上官将军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似的，又臭又硬，不一门心思捉鬼，偏偏在我们这些清白人之间寻找凶手。孟老板说的是，指不定上官树他就是恶人穷吆喝，实则自己就是真凶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也不知此时此刻他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啊？包大哥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溜之大吉了？坏了！怎么，上官硕不会真跑了吧？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惨了惨了，完了完了！你有话说话，驱鬼咒也不是你这么念的。嗨，上官将军非生即死，这你自个儿猜去吧。眼前更要命的呀，是这半生半死的。半生半死？这沈公子饮下血酒是效，但你忘了，那酒里还混着封魂白骨沙呢，这才是致命一击呀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师兄，师兄，哎呦，小心！倒霉催的，咱又招谁惹谁了？所向尚有一命，然脉象不妙，似有却会着实之事，务必即刻一试。好，走。服下这碗药，沈公子暂可保命。但既毒症诡谲，医师拿下定论。至于后续如何，只能等沈公子醒后，方能见分晓。包公子就是出手不凡啊！我打小就没闻过这么秀之欲呕的偏药，得亏沈公子昏迷着，要不然都要被您这药味给呛死。你懂什么？此乃家母之独门秘方，若非沈公子平定声波，
你想闻，还没这福气呢。是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好的，包公子。您若是再有什么吩咐，千万别忘了我。还正有一事要劳烦何兄弟。包公子，把劳烦二字去掉，有什么吩咐直接告诉我就成。胡掌柜他们的尸体还望妥善安置，等案件了结之后，好让他们入土为安。就交给我来办，您请放心，包公子。见过猴急着寻欢作乐，还没见上赶着鞍前马后的。包拯，你能耐起来还真是什么人都招啊！就是，他一矫情起来，比南天竺还风情万种呢。人家一副热心快肠，瞧被你们挤兑的。阿软，南姑娘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见她一言不发，应是惊恐未定。看她平时温文盈盈的，嘴皮子比那风筝还缺德。没想到一个冷不防，自己就没辙了。你可真记仇啊！是不是还对他那句青瓜蛋子念念不忘呢？才不是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眼下沈公子正吉凶未卜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因此我们要尽快找到身怀封魂白骨杀的幕后黑手。而在胡掌柜被害前后，恰恰上官将军行迹可疑，不免有瓜田之嫌啊。此地大小只在一林之隔，小至目光所及，大至无边无际。如若凶手决意销声灭迹，亦非难事。他会不会囚渡出逃？应该不会。其实我等之猜想，未必不在凶手的意料之中。万一凶手杀意未决，说不定会反其道而行之，正藏在某处暗室屋漏，以便静待杀机。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下手呢？酒窖。既然凶手能在杀害胡掌柜之后掩人耳目的离开，若非侥幸使然，那其中定是有暗室逢灯之境。在此之前，不如我先去会会那位不甘寂寞的江公子，看看他的心中到底装着怎样一番湖中天地。我们再去看一下南姑娘。孟老板就是气派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偷来的吧？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？美人若是喜欢，回头孟某再送你个10盒8盒的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人家缺这点东西似的。美人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孟某的一片真心呐。孟大亨，孟大亨，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，这么急着色手魂语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你！我没有，给我进屋！看你还老实不老实？夫人，刚才干什么呢？啊！在我眼皮子底下你还敢不老实？给我过来！这色批，看你还不老实！诛残玉碎，此间再无四柱生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
哎，包兄，此物去留随你，端走吧。是。包公子，包兄，请坐。不知包兄前来所谓何事啊？小婿而已，江兄不必客气。哎，我原以为那只竹箫乃是客栈所出，没想到实为江兄之物。人各有事，在下则是视乐成癖，虽奏不出引山客语，但也离不开笙箫管笛。上官将军欲凭此箫护客栈，在下只能忍痛割爱了。江兄进京赶考，都不带书温习功课的吗？在下身体不好，赶路已是吃力，根本不能负重跋涉。读了这么多年书，也该备考妥当了，不差这几日。杜大人遇害前，恰逢我等举子与其同住客栈，此案一日不破，我们便多一日嫌疑。更何况，江兄还吃了杜大人的闭门羹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一个不慎，我们谁也到不了京城。闭门羹。是啊，这看见的知道杜大人是活着进门的，那没看见的不定怎么传呢。也不知江兄此前面见杜大人，所谓何事啊？事已至此，在下不妨如实相告。我之所以被杜大人拒之门外，全因一己思念。我本来想通过贿赂杜大人，从而先行拿到考题，可是不料彼时他心烦意乱，未等我说完，便将我气急驱除。事后想想，在下仍是后怕呀。江兄当真是去行贿？唉，旁人不中，还有下次，可我身子不中用，经不起折腾。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出此下策。包兄，还望你替我保密啊！唉，一念之差，堕是分，江兄莫要入了歧途。这是自然，这是自然。江兄这茶真的很香啊！包兄过奖了。哎，都七残八败了，你还供得像个宝似的。哎，你到底是看上这箫了，还是瞅上那人了？我呸！这分明是断臂残章，就你这学问，还写书呢？你以为写书跟吹气儿似的？哼，不熬个10年8年的，哪能成得了真本？得了吧！等熬个10年8年，早熬成悬案了。万一凶手把我们都杀了，你这书啊，也甭写。我不稀得听你这丧气话，我找包公子去。哟，包公子，我正要找您呢。包公子，可是发现上官将军的线索了？嗨，你可真抬举我了。我是想向您取取经，咱俩这书的开头可怎么下笔好呢？哎，你不妨这么写：此生此世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完。这不和没写一样吗？暗起暗落，贵在首尾呼应，未免虎头蛇尾。不如等着案件了结之后再著此书，或许收效会更佳呢。啊，也是啊，那我就依您所言。哎，我还有一事相问。这杜大人的巴东真香茗，你在何时赠与过何人？我当然记得，除了昨晚饭前那一巡，我就再没拿出来过。
那此茶可曾经手旁人？据我所知，未曾。呀，那茶不会有毒吧？我昨夜偷摸喝了2壶半呢。哎呦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啊，蹦子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呀！哎，放心吧啊，茶中无毒，你小命他还长着呢。不过这字儿啊，可得好好练练，张牙舞爪的，别再吓着谁。哎呀，人家是龙飞凤舞，自成合体。合体，成何体统？咱们得尽快找出凶手，否则怕是要耽误秋围啊。来，看把你们吓得一激灵。这是哪来的黄胖啊？这是南妹妹给的，特别有趣。南姑娘已平复如初了？南妹妹神志已复，但仍是形容憔悴，有气无力。前些时候还不熟，现在就叫上南妹妹了。一个女友就把你给收买了，你也太好打发了吧？我岂是这么容易被收买的？就是，我们阿软怎么能是这么轻易就被收买的？还是包拯了解我，他答应等到了京城之后，给我10个更有趣的黄胖，我才肯交到南妹妹的。哟，10个呢？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，展昭，这屋子怎么被你贴得神神叨叨的？哎，你这不驱鬼则已，一驱鬼反而瘆得慌。这才哪到哪啊！等会儿我寻思往茅房里也贴一张，大半夜的，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呀？你干脆往脑门上贴一张，一了百了，这样也省得让大伙儿陪你走火入魔。这法子好，说什么也不能落下我们家公孙大哥，对吧？站住！你过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快跑！别跑！救命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沈公子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不是要害你啊！你这个没安好心的小妖精，人家刚一睁眼，你就举着把菜刀直勾勾的盯着我看，老娘和你没完！包公子，救我！他一觉醒来，怎么变成了一副小女儿状？他不会是被鬼魅附体了吧？疯了，绝对是疯了！快把他给捉住了！沈兄放心，此处无人捉你。你身中奇毒，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啊！鬼才相信你这臭男人的话。知道。你当这戏园子呢？你耍把式呢你？你和那小丫头肯定是一伙儿的。这小王八精，吃我一刀！哪里跑？包大哥，阿泽，你守住客栈。好。为何转眼的功夫，这2人都凭空消失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动静应该是从轿中传来。走。你们就是在这里发现胡掌柜的？没错，就是这只酒桶。
这就稀罕了。凶手若是随胡掌柜在这院内穿进穿出，总会有人察觉的呀。阿软说的是，当下沈河二人突然不见踪迹，这酒窖远非看似这般简单。没成想，那碗药救了沈寒的命，却招来他无故的疯。未必，乌鸦死前曾半人半鬼，半显半疯，可见那分魂白骨砂不仅石化人肤，而且乱其心智。阴差阳错下，沈寒因胡掌柜之死而惨遭城门余殃，幸而你救他一命。毒砂虽未蚀其发肤，但毒侵入脑，故而使他记忆错乱，半雌半雄，就怕他会浮生若茶，长醉不醒。说起茶，我笃定江玉湖与杜大人关系非常。那壶巴东真香茗乃是茶中极品，依展昭和江玉湖所言，他并不像是杜大人受贿所得，但两人竟然会共有此妙，实在巧合。而且第三支迷迭香燃得稀奇，如此一来，江玉湖的那只枭，更是疑云重重。你是说，江玉湖是先在枭上做了手脚？这么说，上官将军就不是义兄了？一切尚是猜测，你倒把他撇得利索。那客栈里的晃皮匠又岂止这二人？那还有谁呢？孟达亨呗。孟达亨扯了什么谎？我是说你独善其身呢，还是朽木疙瘩呢？孟达亨自称是做胭脂水粉生意，可他连香膏和胭脂都分不清楚。好在看南妹妹是被我发现了。你没听？像是谁的脚步声。此处并未有旁人，能是谁在走动？难道是女鬼作祟？包大哥，好像是何儿的叫声。声音多半来源于地下。沈寒定已追往至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要尽快找到入口。怪了，统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入口能藏在哪儿呢？这里除了酒缸就是酒桶，总不至于藏在酒里吧？酒里？怎么漆黑一片，什么酒都没有？你再仔细看看。此缸无底，通往地下，入口就在这缸中。貌似空洞无物，实则别有洞天，鬼在。是不是别有洞天？我们一去便知。咱们赶紧下去吧。走。他们二人刚刚因是打此经过，故而暴露足印。越是无声无息，越是大事不妙，定要小心为上。你们说何儿不会被沈寒劈成两半了吧？你们看，沈寒，沈公子，何二，怎么是你啊？包公子，哎呦，我总算等着你了！你要再不来，这辈子就见不到我了呀！你把他给杀了？我，是他先杀我的。啊，他一上来就和我玩瓮中捉鳖，我若不拿石头砸他，我连王八羔子都甭做了。
包公子，你说我怎么就成小王八精了？得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这话你问他去吧。他没死啊？所幸你未伤其性命。我们还是先带他离开吧，我总觉得这里让人心神不安。说的是，仿佛有什么对我们虎视眈眈。也好，亏得我打大哈，换上个惜命的呀，准把他撇着不管了。哎呦，等他醒了，客栈早晚要被他剥秃了皮了。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，匿名信终将不会迟到。既然未曾迟到，偶然亦是必然。然而，谁又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？信？什么信啊？先不说信，荷儿，我问你，这地窖是为何所用？这熔炉又为何在此？这个胡掌柜他瞒得忒紧，从没告诉过我，我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这儿的。包了个小心。包大哥，包大哥，包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闹了半天，这瓮里还真藏着个王八呢。包公子，您可要替我沉冤昭雪啊！你这鳖孙竟敢在此装神做鬼，暗害于人！我展某必要报了你的原形！上官将军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你们这帮小兔崽子！哎，半日不见，可真当刮目相看了。学生拜见将军，我等无心冲撞将军，只是一时情急，无知者无畏。哼，岂止无知者无畏，简直是无畏者无天！本将军都成了这俩二愣子的鳖孙子了。你们倒好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学生知罪，我等不慎潜入地窖，却未想将军竟在此。您为何会被置身于熔炉之中？还不是那个狼心狗肺的胡咧咧！这逆贼一见自己凶手的身份败露，便将本将军诓入这熔炉中。待我出去，若不扒他3层皮，本将军就是他奶奶的上官鳖！对了，那胡咧咧呢？胡将军，胡掌柜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胡咧咧死了？是，将军。第3支迷迭香燃尽之时，胡掌柜便已曝尸于酒窖之中。不知将军为何断定胡掌柜就是幕后真凶？自打胡咧咧换了脑子，本将军就怀疑他憋着一肚子的坏水。果不其然，不多时，他便鬼鬼溜溜地钻入酒窖，行起见不得人的暧昧之事。什么暧昧之事？他在与某人给此地做船儿。您的意思是，胡掌柜对客栈图谋不轨？不止如此，听他所言，
他像是要将众人斩尽杀绝，喋血血魂林。放心，等干完这一票，我们就老死不相往来。你接着销声匿迹，我呢继续杀人如麻。这些年，但凡绝迹于此者，别说是活人逃不出去，就是死尸化成了灰，都甭想飘出这血魂林。未成想，那个胡掌柜竟还是个嗜血狂魔。你们开的到底是客栈还是坟场啊？嗨，咱都是1个月里的初来乍到，你问我，我还想问掌柜的呢。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客人，怎么就成了他的帮凶了？那将军您可知，胡掌柜与谁在密谈？我还未见到那人，胡烈烈的狗鼻子就嗅出了异味，他便将本将军引入了地窖之中。胡烈烈，给本将军出来！胡烈烈，实在是气煞我也。不过我听见胡烈烈好像提过2个字：观音。观音？难道此人是与佛门有关？信佛之人自应是一心向善、慈悲为怀，才不会如此心狠手辣、为非作歹。无论这2字是何意，多与杀手身份有关。不如我们先回客栈，再从长计议，以便尽快找出此人。好，行，那就别磨蹭了，快走吧。不好！黄风杖！什么风？什么杖？黄风杖，那震脑毒杖，万不可沾之。哎，包公子，你可得快想想辙呀！我还没来得及写书和娶媳妇呢，我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！你个疯祖宗，你可害死我了！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也得拉着你到阎王爷那儿评评理去。你给我闭嘴！一个大男人哭唧唧的不像话，娘们儿都比你像个爷们儿。黄风杖应自酒窖而来，此时此刻，
究竟是谁正在暗害我们？包大哥，这里有山门。走走。此门怪异，极有可能通往另一方出口。这门隙中怎么有支筒药？这药膏好生怪异，为何会被夹在门缝里啊？黄风杖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走，快！此路居然通往客栈内部，好一个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原来玄机在此啊！人巴望着能走出这血魂林呢，哼，害人白高兴一场。你自己走了几步路，心里就没点数？哎，我身上背着这么个祖宗，累得我只剩一口气数了。您无重一身轻，可不是心中有数。谁知道你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人家一心追着你跑，你好地方不见，偏偏往地缝里钻。哎，何兄弟，还劳烦你把沈公子带回房间，之后你也可以回房歇息歇息。还是包公子心疼我，咱俩都这关系了，你以后叫我二二就成。走了，走，祖宗！哎呦，包公子，我先走了啊！你们小心。二，他听着怎么就那么二呢？一天到晚不安分，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！不是，还安不安分了？哎呦，孟老板，你夫人好看呀！哎呀，光天化日搔首弄姿，专门勾引有妇之夫的狐狸精。呸！我呢，在这大堂与人说几句话，坦坦荡荡，可不比孟夫人专门半夜往汉子屋里头钻。哎呀，这春去秋来，有些人头顶上的草都不知道绿了几茬了。你可别丢人现眼了！孟大浩，他说的不对吧？这贱人刚挑拨几句，你就敢疑我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够了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孟大浩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嫁给你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，吃了多少苦？你自己没憋好屁，你哪来的脸跟我大呼小喝的？哎，慢着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将军，小民其实是卖假剂的，不过刚到客栈时，小民见到美人儿，便一时忘形，就顺嘴说了自己是开脂粉铺子的。果然是个假身份，怪不得连胭脂和香膏都分不清。
在下无意冒犯，请问孟夫人，昨天半夜您扮成媚丹峰的样子前往胡掌柜的房间，是为何事？看你平时道貌岸然的，没想到你肚子里尽是歪歪肠子。这个贱人前脚棒我，你后脚也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我不活了我！孟夫人先不必急着寻死，您若不是凶手，待迷迭香一支支燃尽后，您自然会在劫难逃。你假扮媚丹峰私会胡掌柜，是我亲眼所见。你俩说的扯皮话，咱可听得一字不差，是不是阿伦姐姐？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那就是你。非常之时，故有非常之问。至于是屎盆子还是话匣子，全凭孟夫人您自己做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老实交代，要么直接与凶手论斩。说，小民都说。回将军，那姓胡的拿我夫人与媚丹峰相似之事恐吓勒索，实在可恨，所以我们才会想以牙还牙，吓唬他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夫人就抄着我能耐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连个鬼都不会扮。没几下就被那胡咧咧给看穿了，最后我们只好作罢。你们要是心里没鬼，就算长得像又如何？怎能恐吓到你们？将军，我们都是升斗小民，那媚丹峰连杀2人，已经把我们吓破胆了。我们生怕和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，那姓胡的定是看准这一点才敲诈我们。当真如此？是这么回事。回回都是你们2个不安分。给我滚回房间去！没有本将军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那个人有3急，要是想滚！哎，快走！快点！不愧是8贤王赏识的人呢，果然沉得住气，不声不响的，早已憋了1腔的闷雷啊！将军言重了，学生胸中无雷，只有漂把水的毛毛雨。说你白，你倒是自黑起来了。放心，你都已经黑得挺透彻了。方才教中脱险，多亏你等出手相救。时下正是升官死节，你们这番急人之忧，既是难得，便不能辜负。现在，本将军允你共查此案，疑人不诱，用人不疑。你可切莫辜负了本将军对你的厚望。多谢将军信任，学生定不负使命。如此甚好。还好沈公子受的只是皮外伤，不然又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。话虽如此，但他内毒未散，仍是生死难测。你们说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沈寒？毕竟这封匿名信是在他受袭时出现在地窖里的。可是凶手怎会预见我们将深入地窖？何二，若不是他引沈寒入窖，我们何至于那般进退狼狈？沈寒又何至于性命垂危呢？有道理，他极有可能在打晕沈寒之后，将这封匿名信置于熔炉之上。而且据上官将军回忆，胡掌柜与密谈者朋比为奸，私交甚笃。整个客栈除了何二与清明，其他人和胡掌柜皆是素不相识。阿伦姐姐说的是，他潜心立志当小二，却放着通读大义的酒楼不缺，偏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小客栈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要么是缺心眼儿，要么就是有歪心思。包大哥，你认为呢？如果何二是凶手，那黄风帐是为谁操纵？观音一词作何解释？孟氏夫妇的说辞中又有几分真几分假？上官将军是否绝对可以信赖？他突然差遣我们调查此案，是否另存目的？还有，
这熔炉中的白灰又从何而来？这不是上官毕业飞出熔炉后抖落的灰尘吗？哼，只怕它不是普通的灰尘，而是骨灰。骨灰？胡掌柜曾经说过，但凡从客栈失踪的人，纵使化成灰，也飘不出血魂里。那时我便猜想，地窖中的熔炉，可能正是胡掌柜的焚尸炉吧。焚尸炉。胡掌柜在无极客栈暗行作奸犯科之时，再将受害者归咎于因进入血魂林而有去无回。我想，袁大人应该也已是遭了胡掌柜的暗算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胡掌柜歹毒至此，活该自食其果。匿名信已至多时，我们该从何处下手？酒窖，先去查清黄风上究竟出自谁手。好，我在大堂盯住迷迭香，本少侠倒要看看那兽嘴里还能吐出什么幺蛾子。几位客官，饭菜即刻准备就绪，诸位可在楼下等候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张罗晚饭？荷儿呢？他说要忙回件大事，叮嘱我别打扰他，还说什么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这人怎么猴里吧唧的，一刻也闲不住，连说话也要带几分嘚瑟。何止几分嘚瑟呀，我听着倒像是充满了威胁。展昭，你在这等候开饭，我和阿软出去一趟，随后就来。好。地窖烽烟弥漫，酒窖却情状如旧。看来这位神秘来客，他是留了一手。黄风杖虽有镇脑失忆之效，但并不会置人于死地，可见此人留了不止一手。港口已被密闭，此人剑戟履疾，不是蓄谋已久，也是心意已决。当时在客栈的人，除了水衣母女，便是孟氏夫妇，还有江玉湖和清明。到底谁才是那个案件中人呢？无论是谁，希望我们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。镖，嘿，小青瓜怎么落单了？那两个老蔫瓜呢？瓜又听不懂人话。你不去问卖瓜的老王，何必问瓜呢？听不懂还回答的滚瓜流水，你呀，虽有脑瓜，却也是个呆瓜。哎，这童药倒是稀罕，从哪儿觅来的？包大哥先前还担心你惊魂未定，如今看来，他就是个傻瓜。原来你们之中，唯他一人担心呢。可不是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可在意。若不是提防我贼心不死，你那包大哥也不会在意吧？你们山下人的心眼儿，这是比锁眼还细。本来心上没锁，偏要变成无药可起。虽说你趟的不是什么正经路子，但包大哥从未看不起你。
我知道锁眼在哪儿了。真的？随我来。看，锁眼就隐于这方浮雕中。若不是之前我在客栈里寻绳子，我也不曾注意。这雕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藏秘与否，其所便知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迷迭香还是出现了。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夫人，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！闭上那破嘴！说，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？钥匙我插的，锁是我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都是我干的。混丫头，傻不傻呀你？不，此事是我起的头，理应我负首责。哎呦，这会子两人还以礼相待上了，你们到底是成英雄还是成凶手呢？厉害呀！二人同心，齐力开锁，活生生的都把毒箱开出来了。什么锁？问的是，锁在何处？随我来。咱们也看看去。就是这里。说话还听见没？墙内暗设机关，锁孔定是通往前方兽头。怪我太蠢，反做了凶手的幺蛾子。蠢的是我，深究故要，却未想锁住的正是凶手的圈套。急则有失，怒中无智，你们怎能一点防备都没有？他们是无心之过，又不是有意为之，公子何必得理不饶人？你们接二连三的马后炮，一炮更比一炮响。大胆！你竟敢暗指本将军放马后炮！哎呀，此刻已是性命关天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说白了，大家都是半斤八两，不然怎么会在血魂铃上栽筋斗？如您所言，一炷香内又要多一个人命跟头了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
盘根错节的过往。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。蓄着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。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朗朗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伤。